残阳如血，杀气腾腾，江湖上顶尖的剑客们汇聚在枫叶林。他们此行是为了杀一个人，剑圣燕十三。传闻江湖上没人能够在燕十三手下走过13招。此白衣男子并不相信燕十三的夺命13剑。面对敌人的围攻，燕十三数着自己的招数，13招过后，在场的剑客纷纷倒地，成为剑下亡魂。这时燕十三发现有人躲在树后，是慕容山庄的大小姐慕容秋笛带着大匹人马现身。他告诉燕十三，神剑山庄的三少爷一身剑术天下无敌，而燕十三的夺命13剑又未逢敌手。慕容家跟神剑山庄向来不和，慕容大小姐很想看看他们两人究竟谁更胜一筹。慕容秋笛用言语相激，故意刺激燕十三。燕十三为证明自己的剑法天下第一，所以连夜坐船准备前往神剑山庄。船夫告诉燕十三，他只负责送，不负责接，因为每年都有几百人去神剑山庄向三少爷挑战，想借此扬名江湖，却都一去不返。来到山庄，挂着显眼的牌坊，天下第一剑。管家知道燕十三的来意，便揭开帘子，露出后面的棺材，遗憾地告诉燕十三，早在半个月之前，三少爷就已经死了。燕十三满脸写着不敢相信。与此同时，一个在妓院工作的哑巴用饭菜救济了一位男子，老鸨看到后痛骂了哑巴一顿。男子主动站出承担责任，并表示愿意用做工的方式来偿还这顿饭钱。就这样，男子在妓院里担水、挑粪，做着最下贱的活。妓女们都嘲笑他是没用的阿吉，因为阿吉只会默默的干活。面对妓女们的挑衅，他显然不知所措。这个时候，女孩小丽总是挺身而出，帮他解围。而哑巴也对阿吉很好，甚至会将藏起来的肉块分给阿吉，这让阿吉感动不已。某天，一个嚣张的客人欺负小丽，阿吉上前制止，客人不依不饶，表示让自己划2刀，这时就作罢。阿吉伸出双手受了2刀，鲜血直流，脸上却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客人内心惊疑，只能灰溜溜地跑了。很快，一个听说了这件事的神秘人闻风而至。不巧的是，阿吉已经离开了妓院，还将赚到的钱都留给了哑巴。流落街头的阿吉得到了好心人苗子的帮助。苗子见他可怜，便推荐了一份苦力活给阿吉，还带着阿吉回了家，帮他处理溃烂的伤口。苗子的母亲很体谅阿吉，让他不要再出去干活，先在家里养好伤。夜晚，阿吉躺在床上辗转反侧，还被噩梦惊醒。出门散心时，他看到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正是妓院里的小丽。攀谈之后才知道，小丽是苗子的妹妹。第二天，苗子因为不愿意交保护费，被暴打了一顿。但回到家的她，为了不让家里人担心，只好推说自己是摔了一跤。但家里人都知道苗子经历了什么。另一边，白虎堂的堂主是当地的恶霸，一直为非作歹。他命令手下将小丽抓过来陪酒，手下冲到小丽家里出手抢夺，苗子挺身而出，却被白虎堂的人群殴吐血。苗子母亲为了救儿子，拿刀和对方拼命，却被对方砍死。阿吉看到这一幕，怒不可遏，第一次在外人面前展露武功，分分钟将这群人打得抱头鼠窜。一行人跑回去告状，白虎堂又派出高手杨武上门寻仇，双方一言不合就是干。交手中，杨武认出阿吉的身手非常像一个人，神秘人此时也跟踪到了此地，并出手解救了所有白虎堂的人。神秘人一个劲让阿吉跟着自己走，阿吉却不相信他。神秘人告诉阿吉，要想知道自己是谁，就跟过来。阿吉好奇对方的身份，一路尾行，来到一处庄园。慕容山庄的大小姐慕容秋笛接见了阿吉。对于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女人，阿吉抱有戒心。谁知慕容秋笛开口的第一句就是要把自己和半个武林当成礼物送给阿吉。慕容秋笛希望双方能够联姻，这样天下间的名利都会由他掌控。原来阿吉就是剑神三少爷，对此阿吉不屑一顾。他之所以隐姓埋名，就是因为厌倦了武林的纷争和杀戮。见劝降不成，慕容秋笛又使出了美人计，将阿吉勾引到床边后，拿出了床底藏匿的长剑。阿吉早有防备，在吐槽了一句慕容秋笛不穿衣服很难看之后，从容离去。慕容秋笛恼羞成怒，下令手下对阿吉赶尽杀绝。随后2名杀手装扮成小贩潜入小丽家，但却被阿吉识破。制服杀手后，阿吉从杀手口中得知，此时有大批的人马想要他的人头。阿吉不得不带着小丽一家来到哑巴家里避难。思考再三后，阿吉决定主动出击。与此同时，白虎堂堂主发出消息，谁能干掉三少爷就奖励100万黄金。一时间，江湖中人都在寻找三少爷。没想到慕容世家的玉面霸王兄弟和杀手团起了冲突，杀手团被团灭，阿吉也从暗处现身。他知道玉面兄弟准备去找他，他就在这里提前跟他们交手。玉面霸王询问阿吉的剑在何处，阿吉随手捡起地上的树枝，表示这就是自己的剑。如今人变了，剑也变了，玉面霸王兄弟俩出手杀光了白虎堂的所有人，这样就没有人干扰他们和阿吉的决斗。阿吉用树枝以1敌2，不落下风，和2兄弟打得有来有回。几招过后，玉面霸王兄弟被阿吉用树枝击败。
他们输得心服口服，因为当今世上能击败他们的只有2人，燕13和3少爷。阿吉赶回哑巴家，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这时的小丽和苗子被人绑了起来。这时哑巴的妻子装作无事发生的样子，给阿吉倒了杯茶。在阿吉喝下茶水后，事先埋伏的杀手从暗处杀出。阿吉只感觉头晕目眩，原来哑巴的妻子被人威胁，在茶水里面下了毒。眼见杀手们咄咄逼人，阿吉却十分不解，为什么每个人都要杀他？杀手们表示，只要谁能杀死3少爷，就能在江湖上出名。为了名利，可以不择手段。然而，即使是阿吉中毒，这群杀手也完全不是阿吉的对手，几下就被干趴在地。脱困的哑巴几人见阿吉中毒不轻，便带他前往神医的府上。神医一下子就看出阿吉中的是夺命化骨散，如今已经毒发，情势万分危急。神医当机立断，用刀切开阿吉的皮肉，往骨头里撒上药粉。做完这一切之后，神医拿出了黄金。原来哑巴的妻子早已经被神医收买，他并不是什么神医，而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独狼君。之前哑巴妻子下的不过是蒙汗药而已，独狼君给阿吉涂的药粉才是真正的夺命化骨散。现在的阿吉最多活不过3天。哑巴对妻子是又气又恼，直接拿刀杀死了妻子。自觉对阿吉亏欠的哑巴随后自杀。独狼君哈哈大笑，如今3少爷的命就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很快就可以扬名天下了。但阿吉怎么可能束手就擒？独狼君的手下一起围攻阿吉，全被阿吉反杀。独狼君拿出方天戟，决定亲自出手，两人交战在一起。阿吉虽然中毒，但功夫依然了得，几个回合就干掉了独狼君。回到家里，小丽迎了上来。面对小丽，阿吉也道出了自己神剑山庄3少爷的身份。每年每月为了3少爷这3个字找他决斗的人不计其数。正是因为厌倦了名利和争斗，他才隐退江湖，隐姓埋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人们为了出名，还是不愿意放过他。他现在明白了，人一旦踏入江湖，就不能随随便便退出。你退缩1分，就会被侵犯1分。想要退出，除非死去。在得知阿吉只剩下3天的寿命之后，小丽决定委身于他。看着面前赤裸的小丽，阿吉有些于心不忍。他不想让小丽3天之后成为一个寡妇。小丽说，她愿意每晚都点上一盏灯，照亮她回家的路。如果她不回来，她会一直等，即使她死了，她也可以下到阴曹地府，在那里相会。阿吉答应小丽，如果自己能够活下来，一定会娶小丽为妻，一起生儿育女，过平凡的日子。告别小丽后，阿吉出发去寻找神医。来到一处客栈，阿吉已经彻底看开，他拿出一锭银子，请了客栈里所有人喝酒。他还在酒站遇见了一位老师和一个寡妇。老师熟读孔孟经典，教书育人10几年，受人尊敬，远近闻名。寡妇守寡10几年，从未有半点不道之风，人们因此送了她贞洁的牌坊。此时的阿吉心忧伤，意彷徨，在生命的尽头，他试图拷问灵魂：人在最后做的，是否可以探寻生命的真谛呢？人这辈子究竟在追求什么呢？他问老师，如果知道自己3天之后就会死，会做什么呢？老师假惺惺地告诉说，如果他只有3天，他会安排好后事，然后静静地死去。面对老师的虚伪，阿吉生气了，一把揪住他，质问他：虚伪、面子、名声，欺骗了多少人呢？蒙蔽了多少生命的本真？为何面对垂死人的疑问还要撒谎呢？在阿吉逼问下，老师说出了真心话，他要在生命的最后一天，招来城里所有的妓女，挨个嫖个遍，然后去赌场大赌特赌。他这一辈子最想做的事，除了嫖就是赌，因为他要死了，他要做生命里想做却不敢做的事。阿吉又问了寡妇同样的问题，寡妇激动地表示，她要在最后一天找男人睡觉，享受一波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快活。10几年来，她孑然一身，寒窗不暖，心里总是蠢蠢欲动。说着就跑出了屋外，气得寡妇的父亲要打死她。看到人性的真情流露，阿吉颇为感慨，名利不过浮云，快乐才是真谛。这时一群混混正在调戏一女子，阿吉果断出手相助，但是中毒的他失去了一条手臂，不是众多混混的对手。关键时刻，流星蝴蝶剑里的韩唐冒了出来，替阿吉扫平了混混，还表示明年若有机会会再请他喝酒。就在韩唐离开后，一些没死透的混混趁机偷袭阿吉，好在江湖侠客傅红雪及时出现，杀死了所有混混。他告诉阿吉，黄山边、莫愁湖、望云亭有一个人能够救他，只是他在救完阿吉后就会死在阿吉的剑下。阿吉不解其意，拖着伤重的身体来到莫愁湖边，一个神秘人为阿吉煎了一碗苦茶，苦茶里正是华佗后人留下的秘方五马散。华佗后人为了研制五马散，尝试了各种药物，甚至还在自己的妻女上做实验。虽然成功制出了五马散，但他的妻子也死了，女儿也瞎了。最后绝望的华佗后人选择跳河自尽，将秘方留给了这个神秘人。神秘人用刀挖开阿吉的皮肉，替他刮骨疗毒。阿吉没有痛觉，只感觉脑袋昏昏沉沉。等他醒来的时候，毒性已经消去了大半。
阿吉为表感谢，提出可以帮助神秘人完成一件心愿。神秘人说出了燕13的名字，表示就是这人将自己变成现在这副模样。阿吉当即答应，如果自己见到燕13，就会杀了他。殊不知，这个神秘人就是燕13。另一边，慕容秋迪在得知三少爷还没有死的消息之后，便带着剑找到了燕13。在慕容秋迪的挑唆下，燕13重新拔出了自己的佩剑。他对燕13保证，下个月15，三少爷必定会出现在南海枫林，和燕13决一死战。伤愈的阿吉特地挑选了崭新的布匹去见小丽，可当他赶回家时，看到的却是已经疯癫的苗子。苗子口里不断念叨着燕13的名字，阿吉顿感不妙，转头就看到了小丽的尸体。阿吉万念俱灰，一声怒吼，喊来了神剑山庄的36位舵主。此时的他已经不打算隐藏自己的身份了。小丽因江湖人的风波而死，他也只能以江湖人的方式报仇。在三少爷的指挥下，舵主们找来了他的战衣和佩剑，在一把火烧掉小丽的遗体后，三少爷赶到了南海枫林。最后的一战，残阳满天，枫叶萧萧，双方没多废话就动起手来。三少爷拔出剑鞘，寒光夺目，剑气纵横。此时他的剑如残阳般绚烂，也如清风萧萧，落在对方身上，好像白云飘过原野，又如流水划过山石。他做了1年没用的阿吉，又终于成了剑神三少爷。可打到一半才发现，对方竟然是自己的救命恩人。而燕13也对杀死小丽的事情毫不知情。这时慕容秋迪跳了出来，承认是自己杀死了小丽，目的是引诱三少爷重出江湖。慕容秋迪还抬出了慕容山庄的少庄主慕容金龙，他因为修炼九阴真经，变得走火入魔，神志不清，跟欧阳锋的症状相同。没想到慕容金龙武功高强，即便是三少爷和燕13联手，也不是他的对手。慕容秋迪一个劲的让慕容金龙杀掉2人，慕容金龙却突然面带笑意，对自己人动起手来，留情不认。最后慕容秋迪死在了慕容金龙的手下，疯疯癫癫的慕容金龙怪叫着跑远了。没了搅局的2人再次展开决斗，三少爷无意争斗，想将天下第一剑的名号让给燕13，但燕13却想知道2人之间究竟谁强谁弱。见三少爷无动于衷，燕13搬出了救命恩人时要他完成的一件心愿，三少爷无奈只能答应决斗。2人激战10几回合，燕13被逼出了14剑和15剑，才制服了三少爷。三少爷输得心服口服，转身离开。但燕13低头时才发现，三少爷的剑早就插在自己的胸口上，三少爷才是当之无愧的天下第一剑。带着满意的笑容，燕13缓缓倒下，所有恩怨一笔勾销。从此三少爷引入江湖，做三少爷，一伙阿吉。所谓江湖，不过也是为名为利。所谓江湖和现在社会有什么两样？从前剑客用剑杀人，现在杀人的手段更是多种多样。在邵氏武侠片中，这部三少爷的剑尤为出色。影片中很好的还原了古龙那种不说人话的台词，狄龙和姜大卫在里面的表现完全被尔冬升比了下去。本次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咱们下期再见，拜拜。